各位朋友，老粉丝都记得啊，我在几年前我就给大伙讲，我说据我观察美式民主走到了尽头。但是咱实话实说啊，美国的这民主灯塔，它的这个速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这个川普啊，可能是让中国的那些精美的公知们给恨死了。为什么呢？他们心中的自由灯塔让川普给毁了呀，他们的脸呢，一次一次的被川普给打肿了呀这是一次没好透，又被胖揍一次啊。公知们曾经向中国宣扬发展依赖美国市场的技术合作，认为中美关系是中国崛起的唯一途径。结果呢，川普是迅速打脸，发起了对华的贸易战，加征关税，限制华为等科技企业，试图切断技术供应链公知们想靠美国赏饭吃，没门了，好吧？这个在疫情期间，公知们吹捧美国的医疗体系先进免费，政府是透明负责。结果呢，川普又一次的迅速的打脸这些精美的公知美国的防疫十分混乱，川普宣称病毒会自己消失，然后还说消毒水就能解决问题。结果好多人还真的听信他的话，把消毒水当药给喝下去了。而且呢，医院的医疗资源挤兑，普通的民众需要高额的自费治疗这个账单呢也是高额账单比比皆是，对吧这个公知口中的美国的免费医疗，这个只能是另一种笑话了。公知们还口口声声的宣称美国是国际规则的维护者和民主的灯塔，哪知道川普打脸来得更快，他一上台就开始撕毁各种条约，开始退群，比如说退出了巴黎协定、世卫组织、伊核协议，破坏多边合作框架，在俄乌冲突中表现出实用主义的立场把自私自利发挥到极致，把乌克兰的矿产掠夺到祖宗18代去了说这句话说的没错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做美国的盟友那可是致命的呀。在川普眼中就没有朋友朋友都是拿来利用的对吧？这一下一下的川普的大耳刮子打的这中国的公知们罗圈转圈好吧。公知们声称美国呢，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新闻独立，哪知道川普也是毫不客气的打脸呢。川普直接发布了什么暴打 CNN 公开的说美国的媒体都是假新闻，还立法禁止了 TikTok， 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言论自由。只可惜呢，他的任期第一期的时候到了，现在到了第二期，他发现民主党拜登政府想要禁止 TikTok， 他觉得 TikTok 还有他利用的价值，所以开始了有了新想法，不禁止 TikTok 了，把 TikTok 当成了他党争的工具，帮助他登上了总统的宝座，说不定还会继续帮助共和党赢下次大选呢。前一阵子美国直接立法通过了反犹太主义的法案禁止美国人说犹太人的坏话公知们，这就是当时他们所鼓吹的美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公知们还鼓吹美国的新闻是透明的哪知道呢，近期呢，川普又打他们脸了，公然在网络上编造谣言，发布了伪造的照片，称中国制造了太平洋的垃圾。后来呢，被证实是印尼、洪都拉斯等地的照片 PS 出来的遭到了全球的嘲讽。公知们还鼓吹美国的制度自我纠错能力强，政客有担当，川普也是毫不留情的打他们的脸呢。他的第一任就把前任的好多的政策给叫停了这就是自我纠错能力吗？第一任任期遭3次弹劾，共和党内部倒戈关税政策引发了民生危机，而川普坚称史上最棒的任期，民调支持率跌到了 39%， 现在呢又卷土重来，搞得民怨沸腾，支持率呢又不断的下降。但是人家呢依旧是我行我素，死不悔改，天天白宫的网站上
赢麻了，伟大，万岁！这难道就是美国民主的传说中的纠错能力吗？是吧？其实呢，公知们告诉我们，国家的落后弱小不会挨打，只有犯贱才会挨打啊！现在呢，又被川普打脸了，因为巴拿马、丹麦和加拿大正瞪着无辜的眼神看着公知们呢。我犯贱了吗？没犯贱，他为什么要吞并我呀？好吧。川普还想把巴拿马运河据为己有，想把格陵兰岛给拿下，还想把加拿大变成第51个州。这些小国招谁惹谁了？他们犯贱了吗？现在打脸还在继续。公知们说，美国人才不阅兵呢，因为阅兵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只有专制的国家才干这个事儿结果呢，川普宣布了阅兵了。阅兵定于6月14号，当天是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也是川普的生日对吧？好吧，这回这是一个大耳贴子呀。美国的短短的250的历史上250周年的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美国的军队为总统生日阅兵的这种先例你们说按照川普的这个性格，他是不是故意这么安排的呀？没准人家就是算好这一天的，是吧？公知的脸呢，这一次呢又被暴揍了一回呀那么所以说呢，公知们以前的时候天天说没有这个，就像龙应台一样我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可是呢，看看吧美国的今天你就知道了这个没有大国崛起，哪来的小民尊严呢大国即便是崛起了，难道美国的小民有尊严了吗？人家不是还要生日阅兵了吗？是吧？这话呢应该这么讲只有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崛起了，只有是一个人民能够这个齐心协力支持的政府崛起了，才会有小民的尊严。美式的选举现在是不灵了，这选出来的这不是精英了，这都是疯子，都是戏子，是吧？还是我的那句话，各位就是一个国家的上限，不仅是实力的军事的上限，还是脸面的上限也决定了你的国家的庶民的下限。一个国家如果不要脸了，那你的这些庶民也没有脸了。美国人民现在就感觉没脸了，没脸见人了，公知的脸早就被川普反反复复的早就给打没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